大家好，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自德国之声的文章。两会前瞻，习近平第三任新内阁将登场。备受关注的两会将于本周上路，究竟在习近平连任的大环境下，还有哪些看点？德国之声综合了台港媒体的说法，推出两会前瞻。本届两会将是习近平全面掌握政府后的新内阁，图为去年中共20大时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被请出场。资料照，德国之声中文网，中国两会将于本周全面登场。除了习近平将要连任国家主席外，向征助其掌握所有内阁人事和权力的新一届政府，也将于两会后正式就职，并推动机构改革和其他施政方针。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任期将进入第三任，中国总理李克强也于本届两会后将正式下台，新一届的内阁人选逐渐浮出台面。一般认为，新的总理一职将由李强出任，而已经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赵乐际、王沪宁则将分别接任人大委员长、全国政协主席，丁薛祥也有望接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。香港01报道，现年63岁的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曾在浙江担任过习近平的下属。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，李强担任省委总干事，颇得习近平赏识，预料将出任新总理一职。2017年10月25日，58岁的李强在中共19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。2018年10月29日则接替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韩正，出任新一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，成为首位先后主政江浙沪3省市的高级官员，并于2022年10月23日中共20届一中全会入选中共政治局常委。其他高层人士将出炉。香港01也报道，预料中央政治局排名第3的常委赵乐际将执掌全国人大委员长。赵乐际在2012年中国共产党18大上升任政治局委员，不久后又兼任中组部部长，主管人事。在2017年的19大上，他又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并接替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。在他执掌中纪委任内，查处原司法部部长傅政华、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、原铁道部部长盛光祖、原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等人。三朝元老兼当代中共理论第一人王沪宁，由于在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是名单中唯一的政治局常委，预料排名第4的他将接替汪洋，于今年3月出任新一届全国政协主席，从事统战工作。前北京市委书记蔡其曾成功举办北京冬奥。去年2022年，中共20届一中全会选出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时，已出任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。蔡其任职福建与浙江期间，曾常年与习近平共事。他在主政北京之前，更只花了9年半就从杭州市市长升至北京市长，仕途跃升速度令外界印象深刻。此外，已出任中共中纪委书记的李希也将在本届的两会中亮相。早在2008年，时任延安市委书记的李希便曾受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委托，将当时还是习副主席的问候带回习近平曾经插队的延川县梁家河，继而搭建起李希与领导人习近平间往后的互动。而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6的丁薛祥，一般预料也将在本届两会后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一职。丁薛祥在2007年升任上海市委常委、总干事，辅佐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。2017年他晋升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，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国家主席办公室主任。10年以来，他一直陪同在习近平左右。机构改革成看点。台湾联合报报道，今年两会是5年一度的换届大会，一般着眼3大看点，即政府工作报告、换届人事名单、机构改革方案。作为换届会议，现任总理李克强以代退之身最后一次做政府工作报告，但他能主导的只是报告上半部分，即定论过去1年，评说过去5年。按惯例是以总结经验的方式来谈，预期李克强会谈如何防住疫情、稳住经济、推动行政改革、优化运营环境这几件成就。
但下半部未来方针和任务已不由他定，而可能会由习近平亲自掌握。此外，由于去年中共20大的人事组合换得前所未有的彻底，目前看来这些名单变化不会太大。从过去会成看点的选举和表决的票数，以中共20大经验看，当局有足够能力控制场面，成不了看点。于是人事换届的看点就不再是谁上谁下，而是去揣摩上台下台后的变局，如李克强看齐快乐裸退后能否如愿去北京大学教书，又如现任副总理胡春华被退下还会不会有章要算。当然人们最为关心是国务院的新班子，绝大多数都没有国务院工作经验，甚至没有中央工作历练，他们能否稳住大局，又能否开出新局。最后在机构改革的部分，这当是今次两会最大看点，理由有三：一是极度低调筹备，令其在各方预期之外，越神秘关注度就越高；二是5年前习近平首度机构改革，有些设想未成现实；三是机构改革内容在绝对意义上是中共20大政治路线在党国体制上的完整体现。北京政圈传言说内容可能震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在中共20大会议上的报告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。